罗佳佳，那个全京城都产笑的青楼贱妓，我夫君却爱到发狂的白月光。他此刻正披着一件血淋淋的纯白猫皮，手里把玩着一条还在滴血的猫尾巴，笑得花枝乱颤。我认得出来，那是我精心养了3年的猫雪球，如今却被活生生剥皮抽筋，成了他与我敬爱的好夫君调情的玩意。我听见我夫君低哑着嗓音哄他：一只冲撞了娇娇的畜生，杀了便是。我浑身冰冷，如坠冰窟。我曾是他。好在我就快要死了。我一脚踹开了书房的门，手里刚出炉的莲蓉酥碎了一地。踏上衣衫不正的2人慌乱起身，看清那女人的脸时，我瞬间如遭雷地，终于明白了什么是彻头彻尾的笑话。她长得与我有8分相似，但眉眼间全是我学不来的风尘与娇柔。那一刻我便知道，我桑榆不过是个可悲的替身。罗娇娇丝毫没有被撞破的窘差，反而赤着脚踩着我那只猫的血皮，一步步朝我走来。你就是青岩哥哥的妻子，我还以为什么花容月面的仙子呢，原来也不过如此呀。你皱眉的样子真难看，青岩哥哥最讨厌了。你得学着像我一样笑，他才会多施舍你一眼。瞧着他那副得意万分的嘴脸，仿佛我这侯夫人的尊位都是沾了他的光才讨来的。我很讨厌他。放眼整个大安城，还从来没人敢在我桑榆面前这般耀武扬威。我冷笑一声，猛地将手中的瓷碟砸在他脚边，碎瓷片崩裂，我眼皮都没抬一下。苏嬷嬷，长嘴。桑榆，毒妇居然敢打我！青岩哥哥绝对不会放过！大娘子还没驯化，哪有你个娼妇乱吠的份儿？丫鬟搬来贵妃椅，我顺势歪坐上去，慢条斯理地撇去茶盏里的浮沫，看着她瞬间肿成猪头、脂粉尽脱的脸庞，我满意地勾起唇角。这才对嘛，脸肿成这样就不像我。我从小锦衣玉食，父母兄长疼若至宝，未曾吃过半点苦头。我阿父是镇国将军，母亲是太傅长女，2个兄长更是威震四方的边关悍将。大安国能有今日的太平盛世，一半是我父兄在尸山血海里拼杀出来的。我虽不通琴棋书画，但自幼在塞外张弓舞剑，剑术堪称一绝。只因身为女儿身，无法披甲上阵，又念及宋青岩健康侯府3次上门求娶的痴心，我才毅然收起刀剑，洗手做羹汤。宋青岩气势汹汹踏进我院子的时候，我正在小厨房里被油烟熏得灰头土脸，看着屉笼里热腾腾的绿豆糕出炉，我原本烦闷的心情还稍微松快了些。我像是献宝一样，捧着那盘绿豆糕走到他面前。夫君，这是你最爱的。他看都没看我一眼，猛地一挥衣袖，他居高临下的怒视着我，身后的带刀侍卫一拥而上，一把将苏嬷嬷按倒在院子里。他哪里是来看我的，他明明是来给他的心肝宝贝讨债的。宋青岩，放开苏嬷嬷！可他仿佛没听见一般，抬起那双绣着金线的皂靴，狠狠一脚踹在苏嬷嬷的心窝上。苏嬷嬷是我桑家的奶娘，从我出生起便寸步不离，如今早已是安度晚年的年纪，却被他当成破布一样践踏。宋青岩，你是不是疯了？为了个来历不明的贱籍女子，你竟然连我这个正房大娘子的脸面都要踩在脚下吗？阿玉，娇娇是个孤女，她很可怜的，她不会和你争正妻的位置，你让她乖乖待在府上，我们一家人还和从前一样不好吗？你若是有什么不满，冲着我来，别再针对她，她已经什么都没有，她只有我。
以后这种下作的粗活交给下人去做就行，免得弄伤了你的手。当年是谁抱着我说，寻常百姓家都是妻子操持饭食，他也想尝尝娘子的手艺。是谁说，只要是我桑榆亲手做的，哪怕是毒药，他也甘之如饴。我在塞外握惯了玄铁重剑的手，为了给他做一口糕点，被热油烫起多少燎泡，被刀刃割出多少血口。如今只因他心尖尖上的人回来了，他便轻飘飘一句不要了。我眼尖的瞥见他玄色的袖口处露出了一截极其扎眼的绯色香帕。他从前最厌恶这种俗艳的颜色，不用猜也知道那是罗娇娇塞给他的。我终于懂了。我有的，罗家家全都有；我没有的，宋青言就算去抢，也要捧到罗家家面前。整个建成侯府的下人都知道，东院的那位才是真正的女主人。可他们忘了，我桑姨从来就不是什么任人揉捏的软柿子。关于我在侯府遭遇的一切，早已被暗卫快马加鞭送往了万里之外的黄沙边关。那个被皇上亲封为从一品骠骑将军的少年，我那个名震天下的亲弟弟，此刻已经拔出了饮血的战刀，纵马扬鞭，杀回京城了。父母哥哥知道我在这儿过得不好，便让桑家弟弟送了这些塞外稀奇古怪的宝贝给我。当年我出嫁，桑家不过12岁，正是爱玩的年纪，他不知背地里掉了多少小珍珠。如今策马红缨，带着长枪，就这么眼神犀利地盯着府门看着，吓得门口的下人一个个缩在里面不敢出来。你这孩子，快进来，别热得中暑。阿姐，你要是过得不好，我即可就带着你回塞外，在那里没有人能管得了你，更有无数数一数二的勇士。只要阿姐想要，我和阿布、阿兄们一个个去抓来，给你做郎君。傻弟弟说什么呢？我在这里过得很好，没有人会欺负我的。3年不见，他倒是重视了不少。许是弟弟在身旁，我嘴角的笑容也越来越多。听着桑家说着塞外的趣事，我笑得前仰后翻，倒在身后的被褥中，眼泪顺着直线印在被子里，打湿了棉花。桑家没了笑声，半晌问我：阿姐，要不要回家看看？见我不吭声，在苏嬷嬷的示意下，从一堆东西里翻出一样狐皮。瞧这色泽，真是不可多得的好东西。娘子你瞧，是上好的狐皮，拿来做披风再好不过。知晓他们的担心，我掐着手心，起身佯装惊喜。真的不错，看来阿父挑礼物的眼光终于有了进步。嬷嬷，拿去给秀娘，让他们放下手里的事儿，先给我做。我想，我真是个失败的女儿，失败的姐姐，居然让他们这样担心。我不能再这样继续下去，我要振作起来。桑家没有待多长时间，早早启程回了边塞。临走之前，他再次开口：阿姐，你真的不随我回去吗？酸涩涌上我的鼻尖，喉咙里似有棉花一般，说不出一个字眼。家弟多心了，边塞路途遥远，还是早些启程，别让岳父岳母担心。宋青言上前一步，挡住桑家的目光。尽管我低着头，我也知道桑家的目光一直落在我的身上，只要我不开口，他是绝对不会离开的。桑家欲言又止，看向我的神色中带着担心，但转头宋青言就在一旁，他也说不出什么。家弟别担心了，我在这里一切都好，快些启程去。阿姐，你要是过得不顺心，一定要告诉我们。我看着他的背影渐渐化作黑点，消失在眼前，胸口处的酸涩越发深刻。我还是从前那个性格豁达，对一切都不管不顾的桑榆吗？我转身离开，却被拉住了手腕。阿宇，你还在生气吗？
我忍住白眼，只是挣脱他的触碰。郎君说笑了，我哪敢生气？说着我便要抬脚，宋清言憋了一口气，把我重新拽了回来。无论我怎么挣脱，他都紧紧攥住。我性子别扭，生气了要哄上半日才能舒心。从前我不高兴，宋清言就爱将我搂在怀里，抱一抱，亲一亲，不管我如何推他，他都爱往我跟前凑。可现在，我总觉得很矫情，有点烦了。宋清言似乎是看出来我不耐烦了，只能松了松手心。清言哥哥，说好1刻钟的，你怎么还不回来？罗娇娇的手里捏着量尺，似乎要给她量尺裁衣。她终于有了能为她布置衣饰穿着的夫人。原来她是商量好1刻钟的时间来送桑家，看来是我的事情耽误了她。既然你与桑姑娘有事要忙，我就先离开了。原来我桑家的地位名声，在她眼里什么都不算。无奈嘴脸勾了一抹笑容，许是我的笑容刺痛了罗将军，他连忙扯住宋清言的胳膊。小鸟依人站在他的身旁，眼神眷恋，明媚仰头。清言哥哥，你明天带我出去采风如何？他大约以为我在挑衅，如今也趾高气扬地看着我。我无奈一笑，随他去了。不知道为何，他竟直接点名让我一同前往。清言哥哥，大娘子也在家里待了很久，不如让她和我们一起去。拒绝的话还没来得及说出口，阿吕，明天你同我们一起。宋清言生怕我不同意时，说完没等我拒绝就带着罗娇娇离开了。临走时，罗娇娇得意地朝后看了我一眼，那一眼里充满了炫技。我知道这次采信怕是不能平静。宋清言，这是我给你最后的一次机会，如果你还让我失望，那便和离吧。谁稀罕和他们一起出去？娘子，不如我们回绝了郎君。苏嬷嬷从衣柜里收落出几件我常用的衣物，终是满眼担忧。我沉默良久，扬起温和的笑容。嬷嬷，我也很久没有出过门了，就当出门散散心。一般世家夫人都是仆从侍卫无数，我出门自然也是一样。罗皎皎在宋清言的搀扶下上了马车，他回头看了我一眼，也不知道因为什么，反正不可能是想要扶我上马车。大娘子可真是与众不同，出行还要这么多人陪着。可能就是那一眼，罗娇将炮火转移到我身上。我冷笑一声，身后苏嬷嬷似要开口，被我制止。我担心上次的事情会再一次上演。罗姑娘许久不在京城，哪里会知道各位夫人出行标准？郎君不也知道，怎么没有给你安排？罗娇娇气急，将帘子打下。宋清言面色不悦，快步上车，似是哄她去了。我也不着急，反正也没人能从我手里抢走东西。出行不过几里路，宋清言进了我的马车，我错愕抬头，惊讶于他的不要脸。阿宇，娇娇近来身体不适，受不了马车颠簸，你看能不能换一辆？我不要。桑榆，不过是一辆马车，这次能不能先委屈你？起先他还能好声好气和我说话，许是我的强硬太过明显，他先恼。桑榆，你还要我和你说几遍？不过是一辆马车，娇娇什么都没有。毕竟要不是他，我也不会娶你。他说没有宋娇娇就不会有我，我像是被人当头一棒，一股屈辱漫上心头。在你眼里，我不过是他的替身，他不在，你就把我当成他。现在他回来，我便要将所有的我的一切都高高奉上吗？我丢掉所有的仪态，发了疯似的推搡他。你走，走开！我不去什么踏青了，我要回家。宋清言强硬地将我搂在怀里，他满脸不耐烦。不就是一辆马车，平常你想要什么我不都给？不就是一辆马车，他怎么可能只是一辆马车？那是我作为侯府夫人的尊严，是我仅剩的爱。可现在，连最后的体面他也要从我身边夺走。阿宇，你怎么了？你醒一醒！就好像我们还和从前一样。宋清言将您送回来之后，就乘着您的马车带罗皎皎去郊外摘石榴了。到最后，您的马车也没给还回来。
溥仪坐在我的床边，面色沉重，半晌才吐露：“你有喜了，但是……我有喜了。”喜悦刚刚漫上我的心头，转眼就被现实打败。就算有喜了又怎么样？我已经打算和离了。这次机会，宋清言终是没有抓住。但是娘子之前的病更是加重了许多，如今恐怕……我眉头一跳，只觉得脑子乱哄哄的。我强撑着身子起身，假装镇定。我还能活多久？多则1年半载，少则……不过我会努力帮你把孩子生下来。原来我快死了，只是可惜这个孩子了。他就算活下来，他的父亲也不会多看他一眼。只是我还这么年轻，爹娘知道了肯定会很伤心的。阿娘常说，人固有一死，每个人都会死，我是知道的，只是没想到发生在我身上会这么快。生死在前，我终究只是个胆小鬼。我将脸藏进暖和的被窝，以此来遮挡住眼神里的冰冷。先生，你可不可以别和他们说我的事情？郎君也不要，我要亲自一个字一个字和他说。好在溥仪先生是我从娘家带来的，并没有将我的事情告诉旁人。只是几天下来，只见他鬓边的头发白了不少，想来最近一直在为我的事情烦心，真是对不住他了。我强打着精神，试图装作一切如常的样子，但怀孕的症状加上心境，浑身都难受得说不出话。苏嬷嬷见我日渐消瘦，背地里总在偷偷抹泪，被我撞见好几次，她还以为我不知道呢。其实我什么都知道。姑娘，你看，也不知道是谁放在墙角的小猫，病恹恹的，也不知道还能活多久。苏嬷嬷已经不喊我大娘子了，而是称呼起我在娘家的称号，许是担心我会触景生情。苏嬷嬷小心打量我的神色。我躺在贵妃椅上，手指调动小猫的鼻尖。送到我面前，可树枝这小东西像是带着追踪器一般，每天总能在我走出房间后，从不知道哪个位置跑到我面前。就算苏嬷嬷将它抱走，没一会儿还是回到我跟前来。原先以为它活不了多长时间，没想到我都显怀了，它还陪着我。它很喜欢我做的糕点，托它的福，我每天还要抽空做糕点填饱它的肚子。有小猫和苏嬷嬷陪着，我的日子倒也不算十分乏味。眼看秋天都要过去了，我的披风还没有丰盛。我提醒苏嬷嬷去绣娘处查看。对，披风这段时间事情太多，老奴都忘记姑娘的披风还没拿回来。绣娘也真是的，这么久了，我们不去要，他们也不知道送回来，真是不把姑娘放在眼里。说着，苏嬷嬷倒先是不高兴了，不过说归说，还是出门去找绣娘拿披风了。我怀里抱着小猫，逗它轻轻摸我的肚子。小猫，你说我怀的是男孩还是女孩？逗小猫玩了一会儿，苏嬷嬷还是没有回来。绣娘住处离我们这里不远，按理来说3个来回都走到了，我知道肯定是出了什么事。只看见苏嬷嬷被人堵在花厅，仔细看，那不是跟在罗家角身边的婢女吗？怎么哪里都能看到她？苏嬷嬷远远瞧见我快步跑来，也是难为她一把年纪，这么辛苦了。姑娘，难怪披风这么久没送过来，是被东边那位拿走了。老奴气不过上门理论，他们将我赶出来，丝毫不承认拿了姑娘你的披风。难怪了，如今我空有侯府夫人的名头，哪里比得上侯爷捧在心尖尖上的罗姑娘？绣娘不敢得罪罗娇娇，便只能来得罪我了。我冷着嗓音轻飘开口：东西呢？我进了她的院子，看见披风就放在屏风上。得了披风的位置，我想也不想，直接闯进罗家娇娇的院子。大娘子，侯爷吩咐了，没有他的同意，你不可以进这个院子。罗家娇的婢女还敢在我面前叫嚣，我挥手，巴掌打在她的脸上。刚走进院子，便看见右边屏风上晒着我的披风。我快步上前，直接抽下，也不过多停留，转身就要离开。桑榆，你在干什么？我只是来拿回我自己的东西，侯爷应该管不着。罗佳佳知道我要来拿回自己的披风，疯了似的从屋里跑出来，拽着披风不松手。进了我的院子就是我的东西了，你凭什么抢我的东西？你的东西
你一个孤女，从哪里来这边塞才会有的上好狐皮？就连你的青颜哥哥，也不是说拿就能拿出来。你最好识相些，我的东西不是你想要就能拿。我强行抽回披风，我的胸口骤然疼痛，但我不敢表现出丝毫的脆弱，我怕我一松手，手里的东西就不属于我了。可能是身体越来越差劲，哪怕我用上吃奶的劲，披风却不断从我手中脱离。青颜哥哥，快来帮帮我，他要抢走我的东西。起初还认为宋青言不会插足我二人之间的矛盾，事实证明我多想了。我被重重推在地上，好在罗娇娇的院建的院子铺了上好的草皮，我并没有什么大碍。桑榆，你什么时候这么小气？马车也是，这次披风也是。娇娇是妹妹，你让让她怎么样？我低着头，这里是罗娇娇的院子，我不能显露任何的软弱。我自己的东西，我就是不乐意给他。我的视线不断模糊，尽管不断强忍，泪水还是止不住的滴落。最后我也忘记是怎么回的院子，只见我失魂落魄坐在院子里，苏嬷嬷很担心我，去小厨房拿水给我。血，姑娘。这苏嬷嬷胆战心惊的声音，我狐疑回头，哪里有血？我没受伤啊。夫人，您情绪波动太大，险些导致流产，接下来的日子务必静养。一连1周过去了，我接到了桂花宴的帖子。往日里我是肯定要去，但如今成了全京城的笑话，倒也不敢去了。夫人，出去走走吧，总闷在屋里。嬷嬷，苏嬷嬷劝我出去走走，我不忍看她难受，硬着头皮接了帖子。宴会上，我的出现让在场人显得沉默，因为我看见了另一个人，罗娇娇，她也在这儿，但她身边并没有几个人，只有几个我未曾见过的姑娘家，想来是谁家庶女。其实我身边也没有谁，只能尴尬地坐在席位上，吃着还不如自家小厨房的糕点。下次不论苏嬷嬷在我面前怎么点眼泪，我也不会来了，真的太无聊了。忽然，我听见摔盘子的声音，但前面围绕的人太多，我看不真切，只能踮起脚尖，硬着头皮张望。凭着男人的宠爱才能坐在这里，也不看看自己的身份，这里是你能来的地方吗？这人嘴真毒，这里是我府上，不是你健康侯府。此言一出，我便觉得数道目光停留在我身上，就连罗娇娇通红着一双眼，透过人群看向我。之前我并不知道罗娇娇的身份，骤然听闻，我也震惊。说话的姑娘似乎是这场宴会的主家，似是注意到我清简的样子，说话的语气都温柔。侯夫人，你们府的人，我们不好处理。没名没分的姑娘家，哪里算得上我们健康侯府的人？我还未说话，身后苏嬷嬷率先出口。某位的心尖宠受了委屈，也不知道要哄到什么时候。那姑娘手一挥，冲出数名婆子，抓着罗佳佳就没影子了，也不知道去了哪里。不过这就不是我的事情。可能是看到罗家娇出丑的模样，我回家的步子都轻快了许多。临走之前，桂花宴姑娘将我拦住，她在我面前停顿很久，似是下定了决心，缓缓开口：大娘子，桑家给我娘来了信，让我们多多照放你。你要是有什么委屈，一定要说。短短几句，成功让我卸下多日以来的防备。我笑着，不管泪水如何打湿我的脸颊，依旧笑着。谢谢姑娘，我会的。阿爹阿娘，我会的。刚刚回到家，便看见来兴师问罪的宋青言，他就像是没有事情一般。罗贾家一有委屈，转眼就到了。桑榆，你这又是做什么？他们当众指责娇娇，你为什么一句解释的话都不说？娇娇就是我侯府的人。他义正言辞，倒显得我虚伪。你为什么要在外面编抄娇娇的身份，说她那样的出身？你这是将我们侯府的脸面踩在脚下。他真的好烦，净说些我不知道的事情。我看都不看，转身就走。宋青言很不满我这样的态度，攥着我的手腕不让我离开。娇娇说了不怪你，只要你送她一件礼物，她就原谅你。又说不生气，又说要原谅，给呗。整个府里还有什么不是他罗角角的？就连我这侯府大娘子的身份也给他。说着，我甩开宋青言，回到自己的院子。对了，我还没有给小猫喂糕点呢。
咪咪，快出来！咪咪，一连喊了几声都没听到他的声音，我心里一个咯噔。青岩哥哥说了，你同意拿东西和我道歉，这就是要的赔礼。桑榆，这就是你和我作对的下场。姑娘，别去了。可我已经看见了。咪咪，别乱来！够了，阿吕！青岩哥哥，疼！阿宇，你怎么变成这样了？不过是只猫，拿来让娇娇出出气，怎么了？你何时变得如此小气？姑娘，莫要伤了身子，咱们先回去吧。我们走。罗娟角，你记住，你欠我一条命。那种温柔，以前独属于我。姑娘，姑娘，你终于醒了。嬷嬷，我睡了多久了？姑娘，已经2天了。您放心，我已经交代府医了，他不会透露的。这几日宋青言来过吗？姑爷啊，他来过一次。我告诉他您身体乏了，早早的睡下了，他便去。苏嬷嬷，姑娘，怎么了？是不是哪里不舒服？你摸，它在动，它真的在动。姑娘，这是会动了。它在动，真是太好了，太好了。苏嬷嬷笑着告诉我，这是胎动，是我的孩子在和我玩。我觉得神奇极了，一连几日都努力吃饭，坚持服药，气色都好了很多。
当然，这仅限于宋清言不来恶心我的前提下。起因是罗娇娇身边的婢女在外面看见我，手不自觉地摸了摸肚子，感觉不对，便把我每日喝的药渣偷走。找了个大夫，随便一看，便得知这是保胎安神的药物。听说我怀孕了，罗娇娇气得摔碎了好多个琉璃茶杯，昂贵的古玩也被她用来发泄怒气。只是再到我这里的时候，她一改在自己院里狰狞的模样，昂着头对着我，像是一只没有毛还骄傲的老孔雀。姐姐，我已经知道错了，您就别生气了，让我进去吧，我给你带了上好的补药来给你赔罪。苏嬷嬷把他们挡在门外，怪不得出身低贱，一点规矩都不懂。我起身将罗娇娇堵在屋外，别想进这个主母的屋门。罗娇娇竟然没有和我攀咬。你怀孕了？罗娇娇的眼里蹦出一层浓重的恨意。你当真怀孕了？怎么？我是侯府大娘子，我怀孕是什么很稀罕的事情吗？桑榆，你别得意，你觉得宋清言会期待你们的孩子吗？这是我的孩子，只要我想，可以和他宋清言一点关系都没有。你怀孕的事却不敢告诉清言，就是心里没底。这侯府大娘子的地位也没有很牢固。大娘子的位置，我有没有把握不清楚，但是这侯府大娘子的位置，永远也轮不到你。我俯身在罗娇娇耳边轻声说道，顺势揽上罗娇娇的腰，照着我前几天打出的伤口的位置，狠狠地摁了下去。桑榆，你好歹毒！哦，是吗？你虐杀我的猫，现在又提着不知道是毒药还是补药的东西闯进我的院子里，你说我歹毒？我想起之前咪咪总在我怀里蹭我的模样，心里一阵难过。手不自觉地又摸上了我的鞭子。你敢！你若再打我，姐定不会饶了你。那聂佳佳看见我又要抽鞭子，吓得后退好几步，躲在婢女身后，恶狠狠地瞪着我。宋清言能怎么饶不了我？我是钦定的健康王妃，我的身后还有手握重兵的父兄。你觉得他会因为你一个贱婢得罪皇上得罪我的娘家吗？听见我说他贱婢，罗娇娇像是被踩了尾巴的老鼠，气得跳脚。似是冷静了，她直勾勾地盯着我的肚子。我下意识地用衣服遮盖了一下。我一个将死之人，的确没有任何可怕的，可是我腹中的孩儿绝不可被他们所迫害。哎呀，你们又在吵什么？清言，我看姐姐最近身体不舒服，带了点补药来看望她，没想到姐姐竟还在与我置气，派人把我拦在了门外，还说我说你什么？你大胆说出来，本王替你做主。这健康王府我说了还是算了。姐姐说我身份低微，而她是钦定的王妃，身后有父兄，说王爷您就算知道她欺负我，你也不敢如何。宋清言眉头紧锁，有些不耐烦地盯着我。桑榆，你就这么容不下娇娇吗？我又没有让她做侧妃，我们三个人一起把日子过好，这都不行吗？不行。从前我没看出来，你竟是这样善妒的一个女人。看在你身体不舒服的份上，本王就不罚你了。你这几日就在屋里反省己过吧。撂下这句话，宋清言转身离开。他竟然因为罗娇妖的2句话就给我禁足。桑榆，那我们就拭目以待，看看你这孩子到底能不能生下来。罗娇娇撂下一句狠话就离开了，直到他彻底走远，我让苏嬷嬷把他带来的药交给府医看看，到底是什么药。安排好这一切，我才猛然发现手心里全是汗，额头上也爬上了一层细密的汗珠。姑娘，要不咱们还是回边塞吧，您这身子。姑娘。彻王府的遗帖，冰冷的毫无人性。
在罗角角来之前，我和宋清言也曾举案袭梅。我陪他在这里下棋，他看我在院外挥鞭，这里也曾充满了我和宋清言的欢声笑语。如今院外的杂草已经有了小腿那么高了，棋盘上也落了一层灰。嬷嬷，我们回家吧，我想父兄和阿弟了，还有阿娘，她一定很记挂我。听见我这样说，苏嬷嬷满心欢喜地去收拾东西，可是我们却没走成，以至于往后的几个月里，我一直不能释怀，直到死前一刻，我还在后悔。如果当时我的动作再快一些，早点决定离开，是不是我还能活得更久一点？苏嬷嬷也不会落得那样的下场。阿鱼，你怀孕了，为何不告诉我？府医说你已怀孕5个多月了。我知晓宋清言的脾气秉性，他不会容许有人对他不忠心。他没什么本事，靠着世袭才得了这个爵位，眼里最是容不得沙子。没关系，他年迈昏庸，我已经差人送他回老家了，新的府医马上就来了。一边说着，他替我掖了掖背角，我不可置信地看着他。我知道按他的行事风格，那个老府医绝不会平安归家。宋清言，我们和离吧，我给罗姑娘让位。若是从前，我是定不会让步的，就算3个人耗死在这1亩3分地上，我也绝不会让步。可是如今不同了，我的腹中有了牵挂的孩儿，我的母亲耗尽一切也要为我争得一线生机，我不能再任性妄为。宋清言像是听到了什么天大的笑话一般。以后莫不要说这种玩笑话了。你怀着孕，这个时候我们和离，外人该怎么说我？那你想让你的娇娇妹妹一直这样没名没分的跟着你吗？这样外人就不戳你脊梁骨了吗？提到罗娇娇，宋清言果然面色一动，清俊的面容上浮现出一丝笑意。阿鱼，过2天我会派人把娇娇送去郊外的庄子上，你安心待产，她不会再来打扰你。还有，和离这种话我就当没听过，以后莫要再提了。我有一瞬间的怔了，他要把心爱的罗娇娇送去郊外，就这样让罗娇娇成了养在外面见不得光的外室。不等我质疑，宋清言就安排新的府医给我诊脉。听见府医说我腹中胎儿一切安好。夫人，您的胎儿一切安好，只是母体有些虚弱，需要好好补一补，才能撑到平安生产。我知道，以后我的任何情况都瞒不过宋清言了。他安排这个府医是专门来看着我。我认命般瘫在床上，眼里顿时没了生机。前几日我还在盼望着回到塞外，我可以自由的呼吸，可以和父兄玩耍。如今，一切都不可能了。罗佳佳听说宋清言要把她送去郊外的庄子，寻死觅活。可是宋清言似乎是下定了某种决心，任由罗佳佳胡闹也不改变主意。罗佳佳还不爱了。娇娇，乖，郊外的庄子上有温泉，对身体极好，你去那里养2天，等阿宇生产完，我定派人把你接回来。清言哥哥，我不愿意去，我可以不要名分，我只想和你待在一起。罗娇娇眼眶红红的，一双水汪汪的大眼睛望着宋清言，让人不忍拒绝。宋清言答应了罗娇娇的一堆请求，而罗娇娇再三确保了自己在郊外也不会过得清苦，这才靠在宋清言怀里。只是低头的瞬间，她眼里含了一抹浓浓的恨意。待宋清言离开，罗娇娇看着婢女开始为自己收拾行李，气不打一处来。罗娇娇狠狠地掐了一把身旁的婢女翠翠，翠翠吃痛却又不敢躲闪。姑娘，可是侯爷刚才说……死丫头，你听他的还是听我的？桑榆，你不就是仗着自己怀孕了，才让清言哥哥把我赶出去？好，既然这样，就别怪我心狠手辣了。罗娇娇借宋清言之手，以侯府名义大办生辰，各家误以为是我这主母过寿，皆备厚礼前来。可进门不见我的身影，反是罗娇花枝招展的代为收礼。各府闺女虽低头窃窃私议，却碍于侯府颜面，无人敢。健康侯，您换了夫人，怎么我们都不知道？还是我那桑榆姐姐寻了世外高医，做了这改头换面之术？许灵儿实在看不下去，站出来替我打抱不平。说着，许灵儿挽住罗佳佳的胳膊，亲切地问候着，声音不大，却让在场的各位都听了个清楚。姐姐，你这眼光也太不行了，好不容易寻得了这样的名医，也不换一副好面呢。
怎么弄了一副谄媚下贱的狐狸精的模样？罗娇娇被他说的脸一阵青许姑娘，一阵白。你误会了，我不是桑榆姐姐，我是侯爷的。你是侯爷的什么？宋清言见罗角角尴尬，把他拉到身后，主动解释道：“各位，莫要奇怪，这位是罗角角，是我的义妹。”罗娇娇瞪大双眼，不可置信地盯着宋清言。见宋清言没有回应，罗娇娇红着鼻子哑声应下：“是的，我是侯爷的义妹。我跟桑姐姐是姐妹，我是罗娇娇。我怎么没听桑姐姐提起有你这么个妹妹？健康侯府倒是好大的排场，一个见不得人、无名无分的野女人，也配办个这么大场面的生日宴，还把我们一群人叫来给她作陪。健康侯府真是奢靡啊！”周围人早就看罗尖尖不爽，听见许灵儿带头这样说，跟在后面应和。罗尖尖气不打一处来，可是围了这么多人，他又不好发作，只能躲在宋清言身后，怯生生地扯着宋清言的衣袖。宋清言见情况不对，不能任由这个事情闹大，若是闹到皇上那里，他落一个管家不严的名声也就罢了，若奢靡的名声传过去，自己恐怕要免不了一阵罚。随即低头交代小厮：“苏嬷嬷，你随他去一趟吧，去给王爷回话，说我身体不适，还被王爷禁足中，不方便出门见客。我这禁足是王爷下的，还请王爷亲自过来给我解了，我才好去替他出面。”这个时候想起我这个王妃了，我又不是专门收拾烂摊子的，我才不去。回禀王爷，夫人说她身体不适，且还在王爷禁足之中，不便出门见客。夫人说这禁足是王爷亲口下的，还请王爷亲自过去给他解了，他才好出来替王爷出面。许灵儿带头替我鸣不平，许多人也看清了这侯府中的局势。原来这位是健康侯的外室啊，怪不得嘛，我早就看他们不对劲儿了，眉来眼去的。健康侯这不是宠妾灭妻吗？听那个意思，侯夫人已经怀有身孕了，竟然借着夫人怀孕身子不便，大张旗鼓的给一个没眉分的外室办生辰宴，真是荒唐。一时间府里宾客议论纷纷，有些要脸面的贵妇气不过，健康侯府竟然邀请自己为一个外室庆贺，生气离去。没一会儿，侯府里的宾客纷纷离开，看着这一地狼藉，罗娇娇娇滴滴的哭着跑回了屋子，关起门来谁也不肯见。圣旨到！宋清言本想找我发泄一通，想要指责我不识大体，让侯府丢了脸面，可是还没到我的院子，就被皇上一道圣旨宣进了宫。直到傍晚，宋清言才回府，回来的时候身上带了伤。皇上发了好大一通脾气，克扣了健康侯府半年的月例，又赏了侯爷一顿板子，骂了足足1个时辰，才放人回来。回到家的宋清言脸色铁黑，直接去了罗家娇那里。罗家娇见事情闹大，也不敢再任性妄为，拉着宋清言上药，贴心伺候。与那屋里低沉的情况不同，我听苏嬷嬷说完后心情舒畅，自己主动把药吃了，还让小厨房做了一份汤圆。孩子似乎是感觉到我的情绪，动得也比以往多了。宋清言养了几日，罗娇娇在一旁贴身伺候，吹了很多枕边风，以至于她伤刚好，便带人来我房里拿我出气。我早就知道会有这么一天，可是我没想到宋清言竟如此厚脸皮。阿宇，你我恩爱几年，我却没想到你竟是这样小肚鸡肠之人，任由侯府的声名狼藉。现在这个情况，你满意了吗？侯爷，我说了，我身体不适，是您让我在这里禁足的，没有您的命令，我不敢踏出屋门。看见我低眉顺眼的样子，宋清言心里烦闷得很，他只觉得心中的一团怒火烧得他喘不上气。罗佳佳倒在他怀里，恰如其分的安抚。宋清言看了看他，又低头看了看我，脸色一变。好，既然这样，你就在这屋里不要出去，赏你看着我和佳佳恩爱，如何？宋清言说完，屏退左右，只留我们3人在屋里。罗佳佳脸上染上一抹绯红，娇嗔地往他怀里钻，2人就这样当着我的面躺在床上。我在一旁的椅子上坐着，听着罗佳娇和她的污言秽语，只觉得胃里一阵翻涌，想吐却什么也吐不出来。罗佳娇故意叫得很大声，一口一个清言哥哥轻点，
纵然我和宋清言已有夫妻之实多年，但实打实的看到这种画面，我还是难以入眼。苏清言一边和罗娇娇拥抱，一边用余光看着我。看到我面色难看，他似乎很是满意。他们二人终于停下了这场闹剧。罗佳佳躺在我的床上，媚眼如丝地看着宋清言，看向我时眼里充满了挑衅的意味。姐姐，你没事吧？要不要喝口水？看见我没有了刚才难看的面容，过来。宋清言似乎觉得还不够过瘾，招呼我过去。我近距离地看着他们二人的模样，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恶心，俯身开始呕吐。我故意没有遮掩，吐在了他们散落在地上的衣裙上。二人恶心地偏过头去，我却得意地笑了。既然你们让我恶心，那么谁也别想好过。我吐了半天都是一些酸水，也没有什么污秽，吐得累了才扶着肚子小心起身。你这哪还有半点大家闺秀的样子？老将军就是这么教导你的吗？那侯爷你呢？你又是怎么被老侯爷教育的？难不成老侯爷也是这样当着老夫人的面和外室狗毒的吗？宋清言好像很享受我和罗佳佳为了他拈酸吃醋争风互斗的样子，他原本清俊的面容此刻变得十分丑陋。往前我从没想过宋清言的嘴里竟能说出这样污秽的话。清言哥哥，夫人这是生气了，莫急，等你平安生下我健康侯府的嫡子，侯爷我到时候让你们二人一起伺候。终于出了这口恶气，宋清言满意的离开了。苏嬷嬷收拾好这一屋的狼藉，向来好脾气的她一直信奉口上积德，此刻也在嘴里不停的咒骂。嬷嬷，我搬去侧屋住吧，这个屋子我以后再也不想进来了。前些日子送出去的信有回信了吗？之前4、5天便能得到回信，这如今已过去10天了，将军还没有任何回信。我派去打听，也没听到出征的消息。险些日子我派人给父亲送去和离之事，想要他们在塞外做个接应。我心头一紧，一股不祥的预感爬上心头。阿宇，你在找这个吗？宋清言去而复返，将我写的书信扔在我面前的桌子上。原来他竟然偷偷派人拦下了我送给父兄的书信，他怎么敢？宋清言，你到底想要我怎么做？你说你喜欢罗娇娇，那我现在愿意为了罗娇娇腾位置，你却又不愿了。阿宇，我说了，和离之事莫要再提。若是普通书信，此刻定会到了岳丈手中。可是你我和离，这绝无可能。我一瞬间像是失去了所有力气，认命般收起所有信件，一言不发坐在院子里的躺椅上。因郁结，我的肚子紧了紧，似乎是孩子在与我抗议。宋清言很满意我的状态，没过几日，他也说到做到，真的把罗娇娇送到了郊外的庄子上。我也算过了几天安生日子。可是罗娇娇似乎没有打算放过我，她刚走了没几天，便把宋清言叫了去，还带走了府中所有的侍卫，说是要陪她去郊外打猎。我心中隐隐有些不安。天色逐渐暗了下来，我看着这漆黑的院子，着人点了许多灯，这才安心想要上床休息。苏嬷嬷，突然院子里响起了窸窸窣窣的声音，我紧张地抓住苏嬷嬷的胳膊，还没等我喊人，院子里就亮起一阵火光。夫人，有人花钱找我买你的性命，我等也不是那毫无怜悯之心的人。若你肯乖乖就范，出来和我们交涉一番，我些许心肠软一软，能留你一条性命。听见他这么说，我心里大概知道这是怎么一回事了。穿戴整齐后，我提着辫子出门。苏嬷嬷想拉住我，可是却也避无可避，只能随我一起出门。孩子，今日恐怕我们娘俩要凶多吉少，你可要小心些。看见这一院子的山贼土匪，我心里一凉，手紧紧地护住我的腹部，心中默念：你们可知来的是什么地方？敢如此撒野，不怕朝廷捉拿吗？小娘子，看在你怀有身孕的份上，我不妨告诉你一点，你看我们全心全尾的进了你这高墙大院，你说要是没有朝廷的人给我们行方便，我们能做到吗？说吧，
你们的条件是什么？总要给我一个谈判的机会吧。建刚侯府的大娘子果然爽快。既然如此，那你喝了这碗落胎药，我们哥几个眼瞅着你落了胎，我们也好给主家一个交代，你说呢？你休想！我心下一惊，果然是冲着孩子来的。苏嬷嬷将我护在身后，大声运策他们的土匪行为。你们这些天杀的！老大，别跟他废话了，赶紧办事吧，免得夜长梦多。我看他穿戴不俗，身上的首饰正值不少钱。我听见他们这样说，心中充满了绝望。下一秒，他们就把我院中仅剩的几个随从杀了个干净。匪首提着刀冲我走来，只一秒，苏嬷嬷就挡在了我面前。我眼看着匪首的刀扎进了苏嬷嬷的胸口处，刺穿了她的身体。可是他还是拼尽最后一口气，把我推进房内，关上了门。我的脸上崩满了苏嬷嬷的血。慌乱了把门扣实，我看到苏嬷嬷的血溅到窗户上，染红了窗纸。我的眼泪簌簌地落下。你好。我趁匪首不注意，用尽全身力气甩出了我的鞭子。哟，侯府大娘子竟还会些功夫。既然你不肯自己动手，那就只好我来了。下辈子找男人可一定要擦亮眼睛啊，小娘子。随即他伸手接住了我的第二鞭，我因怀着愤愎，鞭子就这样被他硬生生扯走。他掏出匕首就要往我腹中扎去，就在他的匕首马上要扎向我的肚子时，几根弩箭穿透了他的喉咙。我一脚将他踢，夫手径直向后倒去。随即院子里的其他人也都应声倒地。我看到许灵儿带着大队人马过来，心中终于松了口气。下午罗娇娇把人都调走的时候，我就隐约觉得不太对劲，差人给许灵儿送去口信。还好她及时赶来。我踉跄着走到苏嬷嬷身边，她看见我平安无事，抬手摸了摸我的脸，为我擦去眼泪。苏嬷嬷，你坚持住，我去找府医。姑娘不哭不怕，灵儿姑娘来了，早点回家，我会保佑你的。我一连昏睡了几日，做了很多天的噩梦，梦里全是苏某某陪我一起长大的场景，但是无一例外，最后的画面都是他在我身边死去的样子。我的眼泪把枕头打湿了一片又一片，终于在第5日醒了过来。这都5日了，你不是说他身体并无大碍吗？为何还不醒？侯爷，夫人这是心中郁结，她自己不愿醒来，我也没有办法呀。没有办法就去想，不管用什么方法，务必保证夫人和腹中的胎儿无虞，否则你们都去给我的孩子陪葬。原来到现在他担心的还是他的孩子。我挣扎着想要倒杯水，宋清言知道我醒了，急忙赶来过来。好了，阿宇，不要闹了，事情已经过去了。府医说了，你也无大碍。过去，我的苏嬷嬷呢？她还能回来吗？对不起，我很抱歉。苏嬷嬷我已经找人安葬了，你放心，葬礼办得很大。我听着安葬2个字，眼尾再次滑出眼泪。我把自己关在房中，每天只吃简单的饭菜。宋清言来过几次，都被我关在了门外。我看着苏嬷嬷生前还没做完的宝宝衣服，愣愣的出神。我想帮她做完，可是手被针扎破了一次又一次。嬷嬷，我真的很没用。眼泪混着血，浸在了布料上。在苏嬷嬷留下的针线筐里，我看到了我小时候最爱的虎头鞋。苏嬷嬷把它保管得很好，还和新的一样。我捧着这一堆东西坐在地上嚎啕大哭，哭到最后，我的眼里再也没有眼泪了。我盯着嬷嬷的遗物，心中暗下决心：嬷嬷你放心，我定会为你报仇雪恨。带着这股狠劲儿，我努力吃饭，配合府医按时吃药，身体终于有了些力气。
我知道罗娇娇近段时间不会回来，她不敢。刺杀这件事一定是她做的。苏嬷嬷不在了，我的身边没有可信之人，只能悄悄在雪灵儿来看我的时候，托她在黑市埋了个死。是个身手极好的哑奴，我给她取名无言。孩子足月，却还没有要发动的迹象。我安排无言偷偷去买了催产药。此前我已详细问过府医，腹中胎儿已足月，随时可以生产。可是我等不及了，我知道我的身体马上要油尽灯枯了，再不行动，恐怕我没有办法看到孩子安全出生了。我喝下药后，没一会儿小腹开始剧烈发紧。去告诉宋青言。我差人告诉宋青言，我因心中郁结不解，有早产迹象，所有外事皆不准来打扰。哎，宋青言慌张地等在门外，交代所有外事皆不准来打扰。我要的就是他现在那个状态。侯爷，夫人有些气力不足，恐怕只能保一个了。我在屋里早已筋疲力尽，心中或许还有些许期待，期待他的抉择。夫人有些气力不足，恐怕只能保一个了。保孩子，我心中升起的希望也在霎时间熄灭。我真恨自己，到最后了还在对他抱有一丝幻想，只是原来一切都事与愿违。我死死地捏着苏嬷嬷留下了虎头鞋，用尽最后一口力气生下了孩子。稳婆抱着他来我身边，像亲了我自己。苏嬷嬷，我做到了，马上我就带你回家。稳婆把孩子抱去给宋青言看，宋青言满心欢喜，给孩子取名宋书燕。宋书燕，我看着他欢喜的样子，想到接下来要发生的事，心中竟有一丝畅快。侯爷，侯爷，求您快去救救我家小姐，她快不行了。来人是罗娇娇身边近身侍卫。宋青言看见他焦急的模样，又看了看产床上的我，脸上有一丝犹豫。侯爷快去吧，还是妹妹的事要紧。好。再次见到罗娇娇的时候，她已经变成了一具尸体，直挺挺地躺在院子里，被人用白布盖着脸。不用看，我也知道白布下的脸一定狰狞的吓人。我派去的人回话说，罗娇娇死前拼命的求情，说自己已经有了身孕，可是那又怎么样呢？一尸两命正是我想看到的，让我更加痛快。宋青言悲痛欲绝，他怀疑过我，可是随即就打消了这个疑念。罗佳佳遇到山匪的那天，我正在产床上奋力生产，怎么不会再有多余的心力去设计它？最后宋青言把这一切归于意外，可是他想给罗娇娇以侯府义妹的身份风光下葬，这是我万万没想到。宋青言来我房里找我，我气若游丝，脸色煞白地看着他。阿宇，娇娇已经死了，以后再也没人同你争了。看在她是死人的份上，你就让她一次吧。又是让她一次？我这一辈子到底要让她多少次才能安然无虞地度过？侯爷，我们的孩子刚出生，你就要让他面对这样不祥的事情吗？我精准地拿捏住了宋青言，在他心里如今最要紧的就是孩子。听见我这么说，宋青言抿了抿嘴，始终没有再提起来。我一直让府医用上好的药材吊着命，就是为了这最后一口气。只要我活着，他罗娇娇就别想风光下葬。我让无言去暗地里跟着，发现宋青言竟派人把罗娇娇的尸体放在了冰窖里，想等着儿子的百日过去之后，再给罗娇娇办一场隆重的葬礼。听到这个消息，我嗤笑一声，不由得想起生产当日，如果是罗娇夭的话，他宋青言还会毫不犹豫地选择保小吗？我借着这件事，想要给自己搏最后一个自由。我派人找来宋青言，破天荒地给宋青言倒了杯水。侯爷，你我夫妻一场，我本不想闹得如此难堪，只是如今你有事压着，我也有事瞒着，不如我们敞开天窗说亮话如何？阿宇，你都知道了。阿宇，
你都知道了。你想给罗娇娇一个葬礼，我想要一份自由，这并不冲突。你在这和离书上签字，我便同意你给罗娇娇办葬礼。宋清言似乎是感受到被我要挟，心中不快，皱着眉头看我。我也不急，靠在床边淡然的喝茶，气定神闲。我说过了，和离的事不要再提了。那王爷，你就不怕你的娇娇妹妹尸骨无存吗？宋清言眉头一紧，恶狠狠地瞪着我，仿佛要把我看穿一般。憋了半天才吐出一句：你容我考虑一下。我知道这又是他的缓兵之计，我不会再上当。既然他不愿意，那就不愿意吧。我的父兄和阿弟已经在来的路上了，到时候不论他同意或者不同意，他都得放我走。最后，宋清言没有扭过我。孩子必须留在侯府。玉在和离书上签了字，不过他的条件是孩子必须留在侯府。我瞪了他一眼，却也没和他争辩什么。只要他在和离书上签字，我便无欲无求了。我桑榆活到现在，唯一撑着的一口气就是死后绝不能葬在这里。看着宋清言签下字带人离开，我松了最后一口气，手里拿着和离书和遗书，躺在床上永远地闭上了眼睛。最后一刻，我好像看见苏嬷嬷笑着来接我了。有苏嬷嬷在，黄泉路上好像也没那么可怕了。我死后，宋清言像疯了一般，不吃不喝闹了好几天。即便如此，他还要暗地里找罗娇娇的尸体。不过这都已经不重要了，我早已经派人去偷偷地将她的尸体偷出来，扔在了野山里，任由野兽吞噬。她这辈子下辈子永远都别想安宁。我的父兄和阿弟最后还是来迟了一步。无言把我的遗书交给父兄，他们派人将侯府围了个水泄不通，逼着宋清言交出了孩子。因为我在信中提及孩子务必要带回塞外，他们便做到了。最后，我的棺材被抬回了塞外，葬在了那个我从小长大的地方。那里有疼爱我的父母，有照顾我的兄弟，当然还有苏嬷嬷。这是我在遗书里提到的最重要的事情。我相信苏嬷嬷一定不想孤零零一个人躺在那里，所以我拜托父亲带她一起回来了。还有我的儿子不叫宋书燕，他叫桑风，长得像极了我，得到了众多舅舅的宠爱，他一定会成长为最有担当的男子。几年后，无言来看我了，我在临死前把他的卖身契还给了他。天高海阔，总有他栖身立命之处。他在捎给我信中提到，宋清言的事情被父亲一纸诉状告到了圣上那里。从龙有功的父亲在圣上面前落了泪，皇上气急，把宋清言贬为了庶人，发配到苦寒之地，在去的路上就死了。